这些年来，叶家与安家的积怨，更多来自于不断加深的误会。当初，叶晨的父亲叶长英在被破亲会盯上之后，因为不想连累家人，所以才故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敌。也正是因为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敌，让叶家承受巨大压力，所以叶忠全才迫于无奈，将叶长英赶出家族。当初的叶忠全并不知道最疼爱的二儿子早就已经面临生命危险，他只是觉得叶家与罗斯柴尔德为敌，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，反而会大大影响家族将来在国际上的发展。为了向罗斯柴尔德家族示好，也为了向他们表明无意为敌的态度，他才将叶长英赶出家门。其实他心里想的是赶走叶长英只是暂时做做样子，一方面让叶长英不能再调动叶家的资源与罗斯切尔德家族对抗，一方面又能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满意。而且他也知道叶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当时只是商业上的竞争关系，他们绝对不会把这种竞争关系延伸成为实质性的对抗和伤害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两家普通公司之间的竞争，一方为了向另一方表达诚意，由董事长出面开掉了自己的 CEO。 这种情况下， CEO 最多也就是赋闲一段时间，对方公司绝对不会找人暗杀他。所以当叶长英决定带着老婆孩子离开燕京前往金陵的时候，叶忠全并没有想过金陵会是儿子的葬身之地，他甚至还觉得儿子叶长英那段时间似乎戾气有些过于重了，去金陵好好散散心，修身养性也不失为一件好事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本以为的散心之旅却变成了父子二人阴阳相隔的开始。叶家与安家都不知道安承熙在叶长英的缜密计划中幸存了下来，所以当噩耗传到两家的时候，叶忠全捶胸顿足，悔不当初，而安家人则恨死了叶忠全。因为安家人觉得都是因为叶忠全将叶长英一家三口赶走，才让他们的女儿安承熙客死他乡，外孙叶晨也因此人间蒸发。一直到叶晨的出现，才让他们双方都搞清楚了当初的实情。其实叶长英的死并不是叶忠全导致的，而是叶长英和安承熙不想连累两家，主动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敌，并因此被叶忠全赶出了叶家。这一切都是叶长英和安承熙计划好的，叶忠全不过就是他们设计中的一枚棋子罢了，但他却因此稀里糊涂地背负了20年。安家人知道这些，又怎么可能继续对他心存埋怨？事实是，安家人知道这些之后，不仅对叶忠全的恨意全无，甚至还因为这么多年明里暗里地针对他而心怀愧疚。今日叶忠全来金陵，安启山是一心要带着全家人一起来机场接机的，但叶晨以安家人不适合集体抛头露面为由，才将他的这个念头打消了。不过安启山虽然没来机场，但已经让老伴儿以及子女在家里精心准备多时，一家人一起张罗了一顿丰盛家宴，只等着叶晨把叶忠全接过来。由于这次是低调出行，叶忠全没有带任何随行人员，叶晨也只是开了一辆不起眼的宝马轿车，从机场将老爷子接上，祖孙二人直奔郊外的香榭丽温泉别墅。当叶晨把车开到别墅门口的时候，车还没停稳，安家所有人便都从别墅里走了出来。安启山和老伴相互搀扶走在最前，4位子女跟在身后，就连李亚林也一同出来迎接。车里的叶忠全见安家人都迎了出来，惊讶之余也难免有些紧张。车还在缓缓减速，他就已经下意识解开了安全带，紧接着就要去开车门。安全带提示音瞬间响起的那一刻，叶晨也将车完全停了下来。叶忠全几乎在叶晨停车的同一时间将车门拉开，迫不及待地便下了车。而安启山脚下也不由得快走了几步，在叶忠全下车的时候赶到车外，第一时间向他伸出双手，感慨道：叶老兄，这么多年别来无恙。叶忠全与他四手相握，微微点头道：安老弟，别来无恙。简单的2句问候，两位老人紧握在一起的手已经重重地上下摆动了多次。一旁叶晨的外婆也走上前，客气地说道：叶大哥，好久不见。叶忠全向他点头示意，微笑道：弟妹这些年都挺好吧？挺好的。老太太点了点头，
连忙对身后的子女说道：“别愣着，跟叶伯伯问好。”叶晨的3个舅舅以及小姨也都异口同声地开口道：“叶伯伯好。”叶忠全向4人点点头，笑着感叹道：“你们也好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们的变化都很大。”安重秋尊敬地说道：“叶伯伯，以前见面的时候，我们还都是意气风发的青年，现在已经陆陆续续步入中老年人序列了。”叶忠全唏嘘道：“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，只要心里没有遗憾，老了也无妨。”安重秋点点头，叶伯伯说得对。安启山见叶晨也走下了车，便赶紧对众人说道：“咱们进去边吃边聊吧，饭菜和酒都准备好了。”说完，他又看向叶忠全，认真道：“叶老兄，今晚一定要一起喝几杯。”叶忠全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，道：“医生一直交代我不要喝酒，但今天我一定得喝几杯。”一众人簇拥着3位老人进到别墅。餐厅里偌大的餐桌已经被饭菜摆得满满当当。安启山拉着叶忠全坐到了一起，他起身给叶忠全倒了杯酒，又给自己满上，同时张罗几位子女和叶晨道：“你们今晚也都陪着一起喝2杯。”叶晨听闻，便起身给3个舅舅、小姨以及李亚林倒酒。安启山自己端起酒杯，对叶忠全满是愧疚地说道：“叶老兄，这么多年，安家人对你多有怠慢，许多事情是我们做的不对，我在这里代表安家向你诚挚道歉，还请你不要跟我们一般见识。”叶忠全自然明白安启山话里的意思，这么多年来，他确实没少被安家人针对。有次在海外一个重要会议上见到安凯峰，后者虽然是晚辈，但依旧没给他半分面子。可叶忠全为人处事一向足够客观，他知道安家人对自己不满，是因为安承熙嫁到叶家后丧了命，换作在通情达理的娘家人，也一定会心有埋怨。更何况安承熙是安家的长女，也是安家最璀璨的明珠。不但他的父母对他疼爱有加，3个弟弟和1个妹妹也把他当成偶像。安承熙的死，对安家所有人来说都是莫大的损失和伤痛。于是他便也将酒杯端起，由衷说道：“我叶忠全这辈子恨过很多人，也埋怨过很多人，但这其中绝对没有安家人。当年承熙和长英的事既然发生在金陵，那就是叶家的责任，是叶家没有对他们俩尽到保护的义务，你们怪我是人之常情。”说着，他又道：“若是当年长英是在美国出了事，而我又不知道具体情况，我也一定会埋怨安家。”这话一出口，叶忠全的神情忽然变得十分落寞，轻声喃喃道：“哎，这么多年我哪里都去过，唯独没来过金陵，这还是长英和承熙入土之后的第一次。”安启山神情哀伤，长叹一声，点头道：“哎，以前我也不愿意来金陵，甚至不能听到金陵这2个字，但后来知道晨儿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这里，我心里对金陵也就没那么排斥了。”叶忠全点点头道：“多亏晨儿，否则我至今还不知道长英和承熙究竟是被谁所害。”说罢，叶忠全忽然想起什么，便对安启山道：“晨儿现在实力了得，说不定我们能活着看到他把那个什么狗日的破亲会一窝端掉。”“会的。”安启山郑重地说道，“与晨儿相认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做出决定，安家现如今唯一的使命，就是竭尽全力帮助晨儿铲除破亲会，为长英和承熙2人报仇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安家现有的一切都可以放弃。”叶忠全点头说道：“叶家也是一样，我早已将叶家的家主之位传给了晨儿，现在的叶家一切都以晨儿马首是瞻，只要能把那个破亲会铲除，叶家就算倾家荡产又如何？”安启山赞同地说道：“叶老兄说得对，报仇也是安家现如今最想做的事情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安家的一切资源都任由晨儿调动，再算上叶家，我们2家倾尽所有，再加上晨儿的天赋卓越，铲除破亲会绝对不在话下。”说着，他看向叶晨，由衷道：“晨儿，若是外公活不到你铲除破亲会的那天，那等一切尘埃落定，你一定要到我的陵墓前亲口告诉我。”一直没说话的叶晨这时候开口道：“
外公放心，您一定能亲眼看到破青会烟消云散。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向破青会主动出击了。我会一颗颗拔掉破青会的牙齿，然后手刃那个吴飞燕。等一切尘埃落定，我们一起去叶灵山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父母，他们泉下有知，一定会非常欣慰。